普京服软，阿拉斯加会谈仍有意义。不明无人机在线，捷克遭遇袭击。美国援乌继续支持乌克兰。48天的孤独战争，乌克兰的普通英雄。朝鲜兵待遇曝光，强过俄罗斯正规军。俄指挥官疯狂之举，士兵给钱才有休假。红军村激战，俄军启动装甲集群攻势。一架接一架，俄米格31又坠毁了。抗俄最前线，拉脱维亚驱逐俄罗斯公民。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很遗憾，即使调停了8场冲突，特朗普也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后果很严重。白宫把诺贝尔委员会批评了一顿，美股也被干崩了。接下来只能坚持2026。火力军估计，特朗普没有拿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乌俄和谈无望，罪魁祸首就是俄罗斯。或许是害怕特朗普下重手，普京态度也有所转变。之前一直拒不和谈，现在则是表示阿拉斯加会谈仍有意义。诺贝尔和平奖公布之后，普京表示，尽管最近乌俄战争导致局势紧张，但他与特朗普在阿拉斯加峰会达成的协议仍然有效，具备现实意义。在提及战俘入乌时，普京也一改先前要重现古巴危机的态度，而是软了下来，表示我们要加强防空系统，以应对美国可能提供的战俘导弹。当然，硬汉的形象不能破。普京之后又表示，俄罗斯正在完成一种新的，可能是核武器的开发，很快就会宣布。这种没头没尾的消息，火力军直接一言假。此外，为了声援特朗普，普京还炮轰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诺贝尔和平奖失去信誉。委员会曾讨论过将诺贝尔的和平奖颁发给那些对世界毫无贡献的人。美国现任总统值吗？我不知道。他确实为解决这些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复杂问题和危机做了很多工作。他真诚地希望乌克兰危机能够得到解决。很明显，普京这是通过贬低诺贝尔委员会向特朗普展示自己的态度。偏偏特朗普很吃这一套，觉得普京很懂自己，特意转发了普京的发言。普京态度软化的原因，大概是为了避免被牵连，就跟上面说的那样，没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很生气，连续发帖抨击诺贝尔委员会，之后又表示要加征关税，并对所有关键软件实施出口管制，直接把美股干崩了，比特币也直接暴跌。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知道特朗普之后会做什么。火力军估计，普京只是为了防止特朗普一气之下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或者制裁俄罗斯，才会改变态度。当然，普京的话也很有意思，仅表示签署的协议有意义，但具体细节一点都不提。很明显，目的只是为了安抚特朗普。至于谈判，现在依旧是没戏。普京给特朗普说好话是一回事，谈判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提及峰会协议仍然有效之后，普京又将无法和谈的锅甩到了乌克兰头上，表示在继续谈判之前，双方都需要就乌克兰和平问题与同事和盟友进行磋商。佩斯科夫则表示，乌克兰不愿回应俄罗斯的提议，导致谈判进程停滞不前。之后，俄罗斯总统助理尤里乌沙科夫声称，俄罗斯准备为和平倡议采取某些步骤，但声称这一让步取决于美国与欧洲和乌克兰的合作。就火力军而言，俄罗斯这一套操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战俘入乌。特朗普最终会如何抉择，火力军拭目以待。欧洲方向无人机入侵事件又出现了，捷克遭殃了。捷克出版物 IDNES 报道，总参谋部发言人马格达莱纳·德沃夏科娃表示，越来越多的无人机飞越捷克军事基地，至于哪个基地、什么时候发生的、谁干的，捷克没有公布，这是机密信息，但凶手只有一个，那就是俄罗斯。针对无人机的入侵行为，捷克军方已经准备好通过击落无人机和射频干扰来探测、识别和压制无人机。欧洲这边，大多数的国家已经决定，再发现无人机那就打。可以说，欧洲与俄罗斯的冲突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更不会想着和谈。不过就火力军来说，在入侵欧洲这件事上，俄罗斯还是趁早停止，美国已经出手了，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参议院以77票赞成、2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批准了925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包括援乌资金，并将对乌克兰的援助延长至2028年，表明国会对基辅的持续支持。根据目前的情况，新资金将根据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分配，通过与美国国防公司签订合同，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除此之外，根据该法案，美国还要对波罗的海等国提供安全支持的专项资金，帮助东欧国家的军队实现现代化，深化与北约部队的互操作性，从而更好地抵御可能到来的入侵。值得一提的是，该法案还特别授权波罗的海国家跨境转让海马斯，也就是允许这些国家将他们手中的海马斯转让给乌克兰，不需要再像之前那样到美国办理手续。
如果单看以上消息，大家可能会以为美国这是要重新援乌，只是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特朗普并没有批准新的援乌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这是美国的惯例了，已经持续10几年了，金额也不大。参议院通过的法案中只有5亿美元，众议院就更少了，其通过的国防政策法案仅拨款了4亿。相比较美国接近万亿的国防预算，这个5亿美元多少有点磕碜。当然，只要是援助，那就是来者不拒，总比乌克兰花钱购买更香。战场方向，乌俄双方的交火频率虽然高，但是都没有突破。不过在个别地方还是有很多新消息，比如俄军士兵公布了朝鲜兵的待遇比俄罗斯正规军都要好。苏梅方向，朝鲜炮灰已经升级了，成为后方部队。俄罗斯一名隶属于北方集团的军事博主表示，朝鲜士兵并没有在苏梅作战，而是在库尔斯克进行排雷和反无人机行动，双方的矛盾依旧存在。由于俄军第810海军步兵旅的士兵误杀了朝鲜士兵，现在驻守检查站的朝鲜兵会阻止俄罗斯火炮和车辆在道路上移动。不再是炮灰就算了，按照这位博主的说法，这些朝鲜兵的待遇比正规军还要好，不仅吃得更好，还允许受伤的朝鲜士兵在医院使用手机。相比之下，俄罗斯指挥官简直不把自家士兵当人，只将重伤的士兵送到医院，其他伤员则是就地医治。更惨的是，士兵还需要自己购买药品和食物，并且送到医院也不意味着安全。医院大楼没有暖气，士兵患上呼吸道疾病也是常有的事。俄罗斯当局还经常强迫受伤士兵在完全康复之前离开。如果侥幸没有受伤，那就只能在战场上待到死。目前在苏梅作战的俄罗斯第22摩托化步兵团，指挥官禁止该团的炮兵休假。很多俄军士兵已经战斗了1年多，期间没有休息，直到占领苏梅之前，这些炮兵都没有休假。想要休息，那就掏钱，每周15万卢布，只能说也太离谱了。逃兵多，只能怪俄罗斯指挥官。相比之下，乌军士兵却可以独自作战48天，他就是乌克兰的普通英雄沃洛迪米尔·古迪姆。2023年，古迪姆在克利西夫卡作战时与战友分散，无线电也坏了。更惨的是，他来到了俄军的阵地，在这种没有补给、没有战友的情况下，投降或许是活下去的唯一选择。但古迪姆没有做，而是独自一人在敌后坚持了48天，直到乌克兰士兵发现了他。在获救之后，古迪姆获得了勇气勋章，但他从不提及这一点。在古迪姆看来，他只是没有立即放弃阵地，没有逃跑，仅此而已，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在乌克兰有成千上万的士兵都在这样做，事实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无数个像古迪姆一样的士兵，乌克兰才能一直坚守阵地，并向俄军发起反攻。在西维尔斯克方向，乌军夺回了唯一姆卡以西的阵地。乌克兰第11军发言人德米特罗·扎波罗尔茨中校表示，俄军正在减少在西维尔斯克方向的进攻，并在卡姆扬斯凯的利西昌斯克炼油厂集结兵力，准备在未来重新加强装甲攻击。就目前来看，虽然俄军没有完全放弃使用装甲战车，但是战场的无人机太多了，装甲战车的使用频率大幅减少。这一次发动大规模进攻，或许是想要在冬季来临前占领更多的领土。康斯坦丁尼夫卡方向，乌军凤凰城边防部队击退了俄军的大规模机械化攻击，摧毁了俄军4辆坦克、10辆装甲车以及一大队的步兵。在各大热点地区，比如红军村，俄军的攻势已经被化解，乌军获得了不少反攻战果。乌军国民警卫队第1亚速军声称，俄军对沃洛基米里夫卡进行了大规模机械化攻击。先是成群结队的摩托车手向前移动，之后则是装甲车纵队，也就是坦克、装甲运兵车和步兵。作战期间，俄军32名士兵进入沃洛基米里夫卡内部，其中12人立即被消灭，其余的人试图躲在被毁坏的房屋和地下室里。当然，结果没能如愿。俄军3辆坦克和16辆装甲运兵车、41辆摩托车和2辆轻型车辆被摧毁，107名士兵死亡，51人受伤。沃洛基米里夫卡内部也没有俄罗斯步兵的动静。扎波罗尔方向，俄军开始集结并发起攻势。不过，火力军认为俄军很难实现这个目的。如果乌克兰空军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空袭，打掉几个俄军的人员与装备集结地，攻势就直接宣告失败。赫尔松地区尼古拉耶夫州行政长官维塔利金证实，乌军重新夺回了第聂伯河下游入海口的金伯恩沙嘴岛。当乌军登岛时，俄军已提前逃离，装备被遗弃一地，双方没有发生交火。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火烈鸟导弹摧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大楼，建筑物被夷为平地，伤亡人数还在更新中，估计是瞒不住了。俄罗斯也证实了该消息。乌克兰副总理兼数字化转型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表示，乌军还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价值1亿美元的 Nebo-M 雷达综合体。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是其最现代化的雷达站，甚至可以识别 F2和 F35。结果呢，无法识别乌军无人机。
看来俄罗斯公布的装备性能，我们连一半都不能信。长达3年多的战争导致俄罗斯兵力严重不足。之前克里姆林宫研究了一个电子征兵，现在它来了。俄罗斯媒体报道，电子征兵通知系统全面启用，大批俄罗斯公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这套系统给锁住，跑都没地方跑。俄罗斯新闻社披露，只要你的名字在军事征兵登记册上挂了号，那么恭喜你，从通知发出的那一刻起，旅行禁止立刻生效。这意味着那些原本计划着诗和远方的俄罗斯公民，就只能看着护照上的红叉发呆。更狠的是，通知一旦发出，7天之内就算你自动查收，根本没有我没看到这种接口。要是你真的头铁，或者不小心错过了门户网站上的那份死亡通知，各种惩罚就将如期而至：吊销驾驶执照、取消特殊税收制度、冻结房产交易、银行拒绝信贷等禁令等等。想要解除这些封印，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去军事委员会报到。难受的是，连首都莫斯科的居民们也收到了这份电子请柬。俄罗斯计划着从10月1日到12月31日征召13.5万名义务兵。俄罗斯法律已经把乌东4州划入了自己的版图，这就意味着这些原本以为只是服义务兵役的士兵，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动员成真正的合同兵，结果就是炮灰填线。战场之外，俄军又一架米格31坠毁。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一架米格31在利佩茨克州坠毁，具体原因未知，机组人员弹射，飞行员完全逃生。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架米格31在执行例行训练任务时出现故障，导致米格31失去控制，最终猛烈撞击地面，导致机体完全损毁，并引发了小规模的地面火灾。这话说的还算正规，利贝茨克地区部署有俄罗斯空军几个主要训练设施和空军基地，通常用于测试和飞行指导。不过事故发生的时间正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不久前，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怕只有俄罗斯知道了。最近这几年，俄罗斯已经坠了不少米格31了，这东西是俄罗斯机队中最容易发生事故的飞机之一。2022年，一架米格31在摩尔曼斯克州坠毁，同年另一架在勘察加边疆区坠毁，第3架于2024年在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坠毁。在乌俄战争期间，乌军也击毁了不少。早些时候，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其特种作战部队袭击了俄罗斯萨瓦斯莱卡空军基地，至少摧毁了一架米格31、一架苏30或苏34，这还只是一部分。作为俄罗斯发射匕首导弹的载机，俄罗斯没有能力制造米格31K，只能一直翻新。俄罗斯封存的米格31库存大部分都缺少零部件，而且数量也不多。2018年的时候，只有130架至150架。经过这几年的战争，火力军估计能飞的米格31已经不多了。欧洲方向为了应对俄罗斯即将到来的入侵，波罗的海3国已经在准备防御工作。路透社报道，由于担心俄罗斯的侵略，波罗的海3国一直警告俄罗斯侵略升级，指出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活动以及最近侵犯领空的行为。除了放狠话，实质动作也不能少。这3个国家的国防开支已经翻倍，全力支持乌克兰，并正在为撤离制定应急计划。立陶宛消防和救援负责人雷纳塔斯波泽拉表示，我们有可能在波罗的海边境看到一支强大的军队，目标是在3天到1周内占领波罗的海3国。为了预防可能到来的入侵，地方当局正在准备避难所、运输路线和必需品储备。仅在立陶宛考纳斯市就确定了学校、教堂和体育场馆，就可以容纳30万人。维尔纽斯和各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些地区已经提前准备好了交通路线，以避免交通拥堵。爱沙尼亚这边计划将多达10%的人口暂时迁移到安全地区。在拉脱维亚，其国家消防救援局副局长伊瓦尔斯纳库尔茨表示，可能会疏散1/3的人口，大约60万人。除了这些防御措施，也有一些强硬的政策。拉脱维亚将驱逐俄罗斯公民。据 Politico 报道，拉脱维亚已下令驱逐841名俄罗斯公民，因为他们未能证明自己精通拉脱维亚语，并完成强制性安全检查。此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俄罗斯间谍留在拉脱维亚的可能。自乌俄战争爆发后，拉脱维亚就修正了移民法案，并于2024年通过。该法案对俄罗斯公民提出了更严格的居住要求。根据新规定，俄罗斯公民必须在2025年6月30日之前申请欧盟长期居民身份，证明 A2 级拉脱维亚语技能，并通过背景调查，才能合法留在该国。Politico 报道，大约3万名俄罗斯公民受到新移民规则的约束，其中大多数人符合更新的要求，而约2600人选择自行离开拉脱维亚，剩下的就是这841人了，没能在截止日期前提供所需文件，只能将其驱逐。另一边，罗马尼亚也出手了。罗马尼亚陆军总司令格奥尔·格弗拉德表示，作为摩尔多瓦的亲密盟友，罗马尼亚随时准备在俄罗斯侵略时协助对方。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俄军一直驻扎在德涅斯特河沿岸，也就是德佐地区。
总人数约为1000至1500名士兵。他们守卫科巴斯纳的大型弹药库，并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当然，摩尔多瓦也不愿意要求他们撤出，但莫斯科置之不理。普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保持自己在摩尔多瓦的影响力，等到合适的时机出手。亚洲地区，日本自卫队教官远赴前线驻乌作战。说起援乌，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欧洲，但日本也开始悄悄搞起了大动作。最近，日本防卫大臣中国元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陆上自卫队要派人去立陶宛了，教乌克兰士兵怎么扫雷。这场特殊的扫雷培训班将在11月3日到12月5日开课。立陶宛、冰岛以及一众北欧国家也来捧场，预计会有大约20名乌克兰士兵前来取经，重点学习如何安全探测和排除那些藏在地下的铁疙瘩和各种爆炸装置。这不是小事，这标志着日本在2023年加入的援乌框架下，首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中国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为了改善乌克兰的局势，属于一项有意义的举措。日本防卫省也表示，这次派遣自卫队教官是他们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加强援助方面的贡献。甚至还表示，日本防卫机构正在积极参与基于 IT 的乌克兰支持框架，未来几个月还要给乌克兰军方研究一个线上网络安全研讨会。乌克兰士兵不仅能学到扫雷技术，还能感受到来自远东的特殊关怀。就火力军来说，这步操作就是直接向全世界宣布，我们还能帮乌克兰重建。这是日本挣脱束缚的一部分，因为宪法的问题，日本不能在国外参与作战行动，于是一直寻求通过非致命防卫援助来扩大自己的国际合作版图，包括培训、后勤支持和技术援助。美国这边，美军6代舰载机项目起死回生，即将揭晓神秘中标方。在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的力挽狂澜之下，曾经命悬一线的 FAXX 项目终于要满血复活了。路透社援一名美国官员和2名知情人士的话，证实海格塞斯部长已在10月3日推出了推进合同选定的决定。之后，战区 Breaking Defense 网站爆料，多位消息人士证实，海格塞斯亲自为这个项目开了绿灯之后，美国将正式揭晓 FAXX 的竞标结果。目前参与这场争夺战的主要是诺格和波音。为了6代机，诺格和波音这2家公司没少费心思。2023年，当诺格退出 NGAD 项目时，他们就曾表示要专注于其他优先事项，其中就包括了 FAXX 和 B-21。波音公司更谈同时竞标 FAXX 和 NGAD 2个项目。不过在3月份的时候，波音成功拿下 F-47 的建造合同后， FAXX 其实就已经宣告死刑了，中标方大概率是诺格。当然，我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以前也发生过最后时刻掉链子、项目延迟的情况，而且 FAXX 的研发之路本身就很坎坷。美国海军向项目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成果却不尽如人意。于是从2024年开始， FAXX 就一直徘徊在被取消的边缘。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这个被美国海军寄予厚望的6代机直接被大砍了一刀，预算直接缩水了 90%。2025年项目更是举步维艰，仍保留维持该战机项目最低限度的研发资金，美国海军直接躺平了，公开表态 FAXX 不是优先事项。路透社甚至在5月报道，以海格塞斯为首的无小党的官员还曾以工程技术和供应链能力存在担忧为由，试图将该项目打入冷宫，延迟长达3年。不过在7月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推进了一项国防支出法案草案，改变了 FAXX 的命运。美国海军也趁热打铁，向议会提交了年度未获资助优先事项清单，强烈呼吁为 FAXX 项目提供额外资金。就结果来看，项目大概重新走上了正轨。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红军村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